小菊啊，让你给我买的上流发热器呢？哎，来了，大哥，你看看这个够不够上流？卤蛋汤，我看你小子又收了李总的好处费了吧？真没有，你看看那个壳，火控、金箔还有回肠，绝对的上流发热器。可以，确实挺上流的。众所周知啊，跨国军火集团卤蛋堂一直对旗下的德国 HK 分公司非常关照啊，连续2年对 HK416和 MP5进行了大力推广。这个月他们整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块 UMP45。UMP45是 HK 公司推出的通用冲锋枪.45口径的版本，自由式枪机，聚合物枪身，外观是非常典型的 HK 风格。玩过 FPS 游戏的水友都会有很深的印象。恒利丰之前就做过一个适配警民8的4片壳套件，性价比挺高的。不过这都2020年了，咱们还是整点真分体的好东西。这次卤蛋堂的外包装有点诡异啊，直接在快递箱子里边套了一个分皮，可能是把成本都挪给枪包了。说明书还是卤蛋堂标配的发热器爆炸图，自带上旋调整指南，对新手非常友好。买包送发热器的传统异能可不能丢啊！这个包看起来质量比416那个要强一点，两面都有减震的内衬，简直血赚。枪包正面就是发热器的本体了，很明显这是一支缩比的 Q 版 UMP45。包里除了电池充电器这些常规配件，还有一个上旋和一个阻弹器，基本上该配的都给你配齐了。虽然说上旋和阻弹器都值不了几个钱啊，但是人家好歹花了这个心思，对吧？建议各大厂家立即效仿。原厂除了自带的火帽，还配了2个额外的转接，一个是单独的14毫米逆压转接，还有一个银灰色氧化漆面的铝合金消焰器，做工非常精致啊。不过我还是喜欢原厂的小弹盂枪口。UMP45拿在手上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大，比想象中的要大很多啊，非常精准的继承了德国人浪费吨位的传统，加上.45口径粗壮的弹匣，让 UMP45显得非常粗犷。作为一支冲锋枪，跟同门师兄 G36C 比起来也毫不逊色。可是 G36C 是步枪啊，大哥！外壳材质呢非常厚实，和塔布尔21同一个级别的水准，突出一个结实耐操。四面导轨和折叠转轴这些零件全部都是合金材质，原厂裸枪就有2.6公斤的重量，比真铁空枪还要重啊！想要锻炼肱二头肌的水友应该怎么办，就不用我多说了吧。外壳表面模拟了真铁聚合物材质的喷砂质感。整枪的顶部、抛壳窗和罩门上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横纹线，其他主要部件的做工都堪称一流，外观还原度非常高。不需要安装太多附件，一个 SRS 红点瞄具就可以精准复刻《边境杀手2》里本尼西奥的同款造型。UMP45的上机匣和护木式一体结构，机匣右侧可以看到刻着.45 ACP 字样的钢制基片，这个基片和垃圾柄联动，手动行程达到50毫米，也就是所谓的全行程啊。顶部金属导轨2颗螺丝固定，很结实，但是稍微有点弯曲。准星和罩门都是无法拆卸的结构，不过 HK 依旧很贴心的提供了穿孔和缺口2种罩门来选择，分偏和下坠也都可以调节。机匣左侧4个方形框框里凹刻还原了真铁的刻字，我也搞不太明白具体是什么意思啊，了解的水友可以在弹幕里科普一下。前方这个铝合金名牌独立编号那是必须安排上的，谁不想自己的老婆是独一无二的呢？垃圾柄尼龙材质，拉到底部可以手动挂机，内构使用了钢制的回膛组件，觉得良心的兄弟们可以把良心打在公屏上。护木两侧和底部有3片标准金属导轨，和顶部导轨一样，2颗螺丝固定。背带挂孔的分件做工比较差，表面有些水口没有处理干净。原厂使用19毫米套管，福制式枪管的还原还不错，不过内管没有做稳定。想要安装上旋的话，还是得老老实实的换上火帽。下机匣尼龙材质一体成型，两侧还原了真铁的机匣销钉，双面联动的宽泛机拨杆是合金材质。除了保险，总共3个档位，半自动和全自动之间还有一个很少见的双连发模式。机匣左侧的空挂释放也用了金属件，但是没有功能，只是一个不可动的装饰。扳机护圈尺寸巨大，感觉戴上2层手套也不会影响扳机。.45造型的直排弹匣，侧面弹药显示窗里有一套装饰的子弹外壳模型，这个东西是可以取出来的，
去掉还能增加一点载弹量。一体外壳抽屉结构，盖子设计的很有意思啊，直接集成了弹匣触片和出弹口。折叠三角后托同样延续了 G36 的风格，用料很扎实。托腮板上增加了一块橡胶垫，贴塞设计的话可能会稍微舒服一点。转轴非常粗壮，金属锁扣卡得很紧。电池仓设计在机匣顶部，折叠后托以后可以看到金属舱盖。电池仓空间比较局促，刚好装得下原厂电池。装电池的时候要注意啊，调整好姿势才能顺利插入，不然会卡到回膛套件，搞得大家都不舒服。整只发热器外观上唯一值得吐槽的呢，就是经过修正以后，后托屁股还是有一点点上翘。不过 HK 原厂授权的玩具其实也翘啊，这么一想呢，心里就平衡了。发热器还原了真铁的剪刀分体结构，抽掉尾部的销钉就能打开上机匣，看到波箱和回膛套件。为了实现剪刀开合，3通做成了分体样式。这次陆弹膛使用了全新的合金3号波，火控芯片装在了波箱外部。波箱还是熟悉的机具设计啊，18:1的压铸齿轮，快拆尾顶 ，CNC 推怼，配置还算不错。波箱屁股上有一颗限位螺丝，用来固定回膛联动杆，拆掉以后可以提高射速。有了火控芯片，这只 UMP45 实现了精准的半自动和双连发功能，每次回膛都能让机片准确归位。钢制机片撞击的声音很清脆啊，就是一个字，舒服。原厂没有预供弹啊，感觉火控芯片设置一个插弹匣自动预供好像不是什么难事啊，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添加这个功能。使用原厂11.1伏电池的情况下，射速只有可怜的15发每秒，可能是回膛套件负担实在太重了。想要升级的话，可以看看陆弹膛官方的拆解视频，有详细的改装教程。原厂初速大概在75到80左右，装好上旋以后，弹道也还不错。这支 UMP45 有点让我找到了当年刚拿到短剑2代的那种感觉啊，就是基本上和1000以下价位的发热器拉开了不止一个档次。整只发热器的用料做工非常的扎实，完成度很高。1000在那个价格我不好说便宜吧，但是原厂火控金波加上外壳的水准，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。而且我比较喜欢陆弹膛目前做发热器的一个理念，就是原厂附件齐全，而且还很实用。能看得出来，陆弹膛不仅仅是想做高端发热器，而且非常注重新手体验，这一点是很难得的。以前呢可能会对陆弹膛的一些细节调侃的比较多，但是从416到 MP5 一直到今天的 UMP.45，这一路走来，在成品发热器这块，不得不说陆弹膛确实走在了国内水弹厂家的前面。哎，这一期的广告费什么时候给我结一下啊？想要了解更多发热器相关的信息，建议你立即扫码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，并且下载 SD- 水弹论坛。最后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再见。